中國最逆天的8大超級工程，從一團跨越2000多公里的火焰，到一項連美國都斷言不可能的世紀工程，中國真的能做到嗎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今天早上你煮泡面的那团藍色火焰，是從新疆塔里木盆地出發，穿越了11个省，在地下跑了2500公里，才来到你家灶台上的。你可能也不知道，你現在喝的這杯水，有可能是從湖北丹江口水庫出發，翻山越嶺走了1400公里，還從黃河底下鑽過去，才流進北京的自來水管裡。中國有句老話叫遠水解不了近渴，但中國工程師偏不信這個邪，他們不僅讓遠水解了近渴，還讓水從低處往高處流，讓火車開上了世界屋脊，讓3萬噸重的沉管在海底跳芭蕾。這些工程每一個都曾被外國專家斷言不可能完成，但中國人有個毛病，就是越說不行越要試試。今天這8個超級工程，有的已經改變了幾億人的生活，有的還在建設中，結局未知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，讓全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製造這4個字的分量。第8名，西氣東輸。你家廚房那團藍色的火焰，可能跋涉了2500公里才來到你面前，這不是誇張。西氣東輸工程就是一條埋在地下的超級能源動脈，從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氣田出發，一路向東，穿越戈壁、沙漠、黃土高原、平原，跨過黃河、長江，最後抵達上海、廣州這些東部城市，全長超過2.5萬公里，比地球赤道的一半還要長。這條管道有多粗呢？直徑1.2米，一個成年人可以彎着腰在裡面走路。每年有超過12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從這裡流過，夠5億人每天做3頓飯，洗1次熱水澡。西氣東輸分3條線路，一線工程2004年建成，從新疆到上海；二線2012年建成，從新疆到廣州；三線還在建設中。3條線加起來，覆蓋了中國大部分省份，把西部的資源和東部的需求連接在了一起。修這條管道有多難，你可能想象不到。首先是沙漠，管道要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，夏天地表溫度超過60度，工人們要在這種環境下挖溝、埋管、焊接。沙漠裡沒有路，設備運進去就是個大問題，更別說施工了。其次是河流，管道要穿越黃河、長江等100多條江河，不能架在河面上，只能從河底穿過去。工程師們在河床下面幾十米的地方，用盾構機挖出隧道，把管道埋進去。黃河的河床一直在變，泥沙淤積，河道擺動。管道埋下去之後，還要保證幾十年不出問題，這個難度可想而知。還有地震帶，管道經過的區域有好幾條地質斷裂帶，地震隨時可能發生。普通的鋼管在地震中會斷裂，工程師們專門研發了一種耐式鋼管，加上智能監測系統，讓管道在地下能抗住8級地震。外國專家曾經說，在這麼複雜的地質條件下鋪設高壓管道，簡直是天方夜譚。但中國工程師用了10年時間，硬是把這條天方夜譚變成了現實。西氣東輸帶來的變化是實實在在的。北方城市的冬天，以前燒煤取暖，到處都是灰蒙蒙的，現在很多城市改成了天然氣供暖，藍天明顯多了。數據顯示，西氣東輸每年可以替代2億噸煤炭，減少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，相當於給幾十個城市摘掉了灰霾口罩。西氣東輸的經濟賬也很驚人，這條管道每年拉動 GDP 超過1萬億元，沿線的鋼鐵廠、設備廠、建築公司都跟着受益。新疆的天然氣賣到了東部，西部的牧民和東部的工人通過這條管道緊緊連在了一起。下次你擰開燃氣灶的時候，可以想一想，這團火跑了2500公里，穿過沙漠，鑽過黃河才來到的你家，這不是冰冷的鋼鐵管道，這是流動在大地深處的中國能量。第7名，京滬高鐵，1300公里，4個半小時，這是京滬高鐵的速度。從北京到上海，如果開車走高速，要12個小時以上；如果坐普通火車，要10個小時左右。但如果坐京滬高鐵，最快只要4小時18分。早上在北京吃早飯，中午就能在上海吃小籠包，晚上還能回北京睡覺。京滬高鐵2008年開工，2011年通車，設計時速380公里，是當時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長、技術標準最高的高速鐵路，全長1318公里，沿途經過北京、天津、濟南、南京、上海等24個站點，把中國最重要的2個經濟圈京津冀和長三角連成了一條線。這條線有多重要？看幾個數據就知道了。京滬高鐵沿線覆蓋了10個 GDP 超過萬億的城市，6個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，輻射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1/4。
換句話說，中國1/4的人口和經濟活動都在這條鐵路的輻射範圍內。更厲害的是，京滬高鐵是全世界第一條實現盈利的高速鐵路，通車3年就開始賺錢，到2019年，年旅客發送量突破2.1億人次，創下歷史紀錄。2.1億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所有美國人都坐了一趟京滬高鐵。高鐵怎麼做到這麼賺錢的？一是客流量大，京滬之間的商務出行、旅遊出行需求本来就多；二是運營效率高，列車密度大，平均幾分鐘就有一班；三是票價合理，比飛機便宜，比普通火車快，性價比極高。而且京滬高鐵的技術含量也不低，全線有2座橋梁創造了世界紀錄，一座是南京大聖關長江大橋，是當时世界上设計荷載最大的高速鐵路橋；另一座是丹陽至昆山特大橋，全長164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長的橋梁。在修建京滬高鐵的過程中，也遇到了很多難題，比如軟土地基的問題。京滬線經過的很多地方都是軟土層，火車高速通過時會產生震動，如果地基不穩，軌道就會變形。工程師們用了 CFG 樁、水泥攪拌樁等多種技術，把軟土地基加固成了硬底子，保證列車以350公里的時速通過時，軌道紋絲不動。還有噪音的問題，高鐵速度快，噪音也大，沿線很多地方是居民區，不能擾民。於是，工程師們在鐵路兩側安裝了隔音屏障，在列車上採用流線型設計，把噪音降到了最低。京滬高鐵改變了中國人對距離的認知，以前說千里之外，覺得很遠，現在千里之外，也就是一頓午飯的功夫。它不僅是一條鐵路，更是一條經濟大動脈，讓人才、資本、信息在南北之間高速流動。有人說，京滬高鐵是中國高鐵的頂流，這話不誇張。它用速度證明了中國高鐵的實力，也用盈利證明了高鐵不只是燒錢的面子工程，而是實打實能創造價值的國之重器。第6名，白鶴灘水電站。說到中國水電站，三峽肯定排第一，但第2名白鶴灘，很多人可能沒聽說過，它其實比三峽更難建。白鶴灘位於四川和雲南交界的金沙江上，2022年全面投產，裝機容量1600萬千瓦，是世界第2大水電站。但在單台機組容量上，白鶴灘是世界第一，每台100萬千瓦，全球首創，16台機組全開，年發電量超過600億度，夠7500萬人用1年。這樣一座水電站，它的建設難度得有多大呢？白鶴灘所在的河谷穿越了12條地質斷裂帶，避開了300多個溶洞。外國專家看完現場說，在這裡建水電站，等於在豆腐上蓋樓。但中國工程師用3維地質建模加智能灌漿技術，硬是把大壩建得穩如泰山，設備制造更是從零開始，100萬千瓦的機組，之前全世界沒人造過，最終造出來的機組單台重8000噸，相當於5000多輛小汽車，但運轉的精度卻能控制在 0.1 毫米以內，比瑞士手錶還精準。白鶴灘是西電東送的骨幹電站，發的電通過特高壓線路送到江浙一帶，截至目前已輸送了超過1500億度電，減少了 1.22 億噸碳排放。為了保護珍稀魚類，工程師還專門修了魚道電梯，讓魚能逆流而上繁殖。這座藏在西南深山裡的超級水電站，用清潔能源點亮了東部的萬家燈火。第5名，中國天眼 FAST。 在貴州的大山深處藏着一口巨大的鍋，這口鍋直徑500米，面積相當於30個足球場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，名字叫中國天眼，英文簡稱 FAST。 天眼是用來幹嘛的？簡單說，就是聽宇宙的聲音。宇宙中有很多天体會發出無線電波，比如脈衝星、類星體等等，這些信號極其微弱，普通設備根本接收不到，但天眼可以。它的靈敏度是之前世界最强的美國阿雷西博望遠鏡的 2.5 倍，能聽到130億光年外的信號。130億光年是什麼概念？宇宙的年齡大約是138億年，130億光年外的信號幾乎就是宇宙誕生初期發出的。換句話說，天眼能讓我們聽到宇宙的童年。截至2024年，天眼已經發現了超過740顆脈衝星，占全球同期發現量的1半以上。脈衝星是一種高速旋轉的中子星，信號極其穩定，被稱為宇宙燈塔。科學家可以用它來研究引力波、暗物質等前沿課題，但是它的建設難度超乎你的想象。光是选址就找了幾百個地方。射電望遠鏡最怕的就是電磁干擾，手機信號、電視信號，甚至是汽車點火都會影響。最後選中了貴州平塘縣的大窩凼，這裡是天然的喀斯特洼地，四面環山，幾乎沒有人烟，電磁環境極其純淨。
但除了選址，建造起來更難。500米直徑的反射面由4450塊铝合金面板拼接而成，每一塊的位置都要精確到毫米級。更絕的是，這個反射面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可以變形的，由2200多根鋼索牽引，可以隨時調整形狀，精度達到 0.1 毫米，相當於你在30個足球場那麼大的面積上放一根頭髮絲，系統都能感知到。天眼的總工程師南仁東花了22年，從選址、立项、設計到建成，把這個不可能變成了現實。遺憾的是，天眼2016年建成，他2017年就因病去世了，沒能看到天眼發現第一顆脈衝星的那一刻。除了科學貢獻，天眼還帶動了當地經濟。平塘縣以前是貧困縣，現在靠天眼旅遊每年收入好幾個億，3萬多人端上了天文飯碗。當地農家樂甚至開發出了脈衝星炒飯這種網紅菜品。有人說，天眼是中國人對星空最浪漫的告白。它不只是冰冷的科研設備，更是架在群山之間的宇宙對話器。當它捕捉到130億光年外的信號時，人類第一次用自己的技術觸摸到了宇宙的童年。第4名，三峽大壩。說到中國的超級工程，三峽大壩是繞不過去的。三峽大壩位於湖北宜昌，橫跨長江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。大壩高185米，長2335米，總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，年發電量超過1000億度，比白鹤灘和西洛度加起来還多。但三峽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發電，而是防洪。長江中下游是中國人口最密集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。歷史上，長江洪水多次泛濫，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。1998年那場大洪水，很多人應該還有印象。洪水淹沒了大片農田和村莊，上百萬人無家可歸。三峽大壩建成之後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。大壩的庫容量相當於300個西湖，可以攔住221億立方米的洪水。當上游洪峰來臨時，三峽可以消峰，把洪峰攔下來一部分，讓下游有時間疏散和防御。2020年夏天，長江流域遭遇了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。如果沒有三峽，武漢、南京這些城市很可能被淹。但三峽硬是把40%的洪峰攔了下來，讓下游安然度過了汛期。當時外媒感嘆，中國用一座大壩改寫了防洪史。三峽的年發電量超過1000億度，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夠1億人用一整年。而且水電是清潔能源，不燒煤，不排碳。三峽每年減少的碳排放量，相當於種了20個海南島那麼大的森林。三峽還有一個功能是通航，大壩上建有無級船閘，萬噸級的貨輪可以通過船閘翻越大壩，從下游直達重慶。以前從上海到重慶走水路要繞很遠的路，現在有了船閘，航程縮短了800多公里。當然，三峽也不是沒有爭議。修建大壩需要移民，庫區130多萬人搬離了世代居住的家園。有人說這是犧牲，有人說這是代價。但如今，大部分移民已經在新城市安居樂業，重慶萬州的脐橙園還成了網紅打卡地。三峽的建設過程也是中國工程技術進步的縮影。大壩用了2700萬立方米混凝土，這些混凝土如果鋪成公路，可以從北京修到廣州。34台7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全部是自主研發，每台轉子重量1900噸，但運轉起來精準無比。三峽從1994年開工到2006年大壩主體完工用了12年，從構想到建成則用了將近100年。早在1919年，孫中山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開發三峽水利的設想。這座大壩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，也是中國水利工程的巔峰之作。他用鋼筋混凝土馴服了長江，讓這條桀驁不馴的大河變成了造福億萬人的能源寶庫和防洪屏障。第3名，南水北調。中國有一句老話叫遠水解不了近渴，但南水北調工程專門打這句話的臉。中國的水資源分布極度不均勻，南方雨水多，河流密布，北方雨水少，很多地方常年乾旱。那具體有多不均勻呢？超過81%的水資源集中在長江及其以南地區，但北方生活着4.4亿人口，包括北京、天津、石家莊、鄭州等40多個大中城市。北方的人均水資源量只有450立方米，遠遠低於國際公認的1000立方米缺水警戒線。北京更誇張，人均水資源量一度只有100多立方米，比沙特阿拉伯還少。怎麼辦？從南方借水。南水北調工程分東、中、西3條線路。東線沿着京杭大運河北上，把長江水送到山東和天津；中線從湖北丹江口水庫出發，一路向北，送到北京和天津。西線還在規劃中，目標是把長江上游的水調到黃河上游。目前東線和中線都已經建成通水，
中線工程尤其震撼，全長1400多公里，從丹江口水庫到北京，全程自流，不用一台水泵。這是怎麼做到的呢？靠地形，丹江口水庫的水位比北京高100多米，水順着渠道自然往北流，但中間會遇到一個大問題，黃河擋在路上，水要從黃河底下穿過去。工程師們在黃河河床下面幾十米的地方挖了2條直徑8米的隧道，讓南水從黃河肚子底下鑽過去，到了北岸再浮出地面繼續往北走。這個工程叫穿黃工程，是南水北調中線的咽喉。穿黃隧道要穿越複雜的地質層，還要保證黃河的正常流動不受影響，難度極高。外國專家看了之後說，這是在改寫地理教科書。南水北調通水之後，北方的用水狀況發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北京现在70%的自来水來自南水北調，天津的工業用水成本降了40%，華北平原長期超採的地下水開始慢慢回升，很多乾涸多年的河流也重新有了水。2014年中線通水那天，北京胡同裡的老人排隊接南水嘗鮮，有人說這輩子沒想過長江水能流進咱院子。當然，調水工程也有代價，丹江口水庫為了南水北調擴容，庫區幾十萬人需要移民，漢江下游的用水量也受到影響。但從整體來看，南水北調讓幾億北方人喝上了乾淨水，這筆賬怎麼算都是值得的。截至目前，南水北調累計調水超過700億立方米，相當於搬運了5000多個西湖。它不是冰冷的管道和渠道，而是流動在大地上的國家情懷，讓南方的濕潤滋養北方的乾涸，讓幾億人共享一片水源。第二名，港珠澳大橋55公里，這是港珠澳大橋的長度，也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。港珠澳大橋東起香港，西接珠海和澳門，橫跨伶仃洋。以前從香港到珠海要繞到虎門大橋，開車要3個多小時，但現在如果你走港珠澳大橋，只要30分鐘。這座橋不只是長，而且結構特別複雜。它不是一條直線，而是由橋梁、人工島、海底隧道3部分組成。為什麼會這麼複雜呢？這是因為伶仃洋是繁忙的航運通道和航空航線，橋不能太高，會影響飛機起降，也不能有太多橋墩，會影響船舶通行。因此，解決方案是在海中間建2個人工島，橋從兩邊接到人工島上，然後汽車鑽進海底隧道，從人工島之間穿過去。而這條海底隧道長6.7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長的公路沉管隧道。沉管隧道是怎麼建的呢？先在岸上把隧道一節一節預製好，每節重3萬多噸，然後用專門的船運到海上，沉到海底，再一節一節對接起來。3萬噸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一艘中型航空母艦的重量。要把33節這樣的巨無霸在海底精準對接，誤差不能超過3厘米，難度可想而知。更難的是，伶仃洋的海底地質條件很差，淤泥很厚，而且是重要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。工程既要保證質量，又不能傷害白海豚。工程師們調整了施工方案，在5年建設期內做到了白海豚零傷亡。港珠澳大橋2018年通車，設計壽命120年，能抗16級颱風和8級地震。颱風山竹登陸那年，很多人擔心大橋會不會有問題，結果大橋紋絲不動，第2天就恢復通車了。通車5年來，超過 1.5 億人次經過這座橋。它不僅縮短了3地之間的距離，更把香港的金融、珠海的製造業、澳門的旅遊業連成一片，形成了真正的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。有人說，港珠澳大橋是中國工程的名片，這話毫不誇張。它的設計、施工、設備幾乎全部是中國自主完成，連外國公司想買這套技術也都要排隊。當你駕車駛過港珠澳大橋，看着窗外的伶仃洋，可以想象一下，腳下幾十米的海底是一條用3萬噸巨型沉管拼接成的隧道，兩邊的人工島是用幾百萬立方米沙石在大海裡種出來的。這座橋不是冰冷的鋼鐵，而是中國工程師寫在大海上的實力宣言。第1名，川藏鐵路。最後來說說今天的第1名，川藏鐵路。這可能是中國目前在建的最難、最貴也最有爭議的工程。川藏鐵路從四川成都出發，終點是西藏拉薩，全長1838公里，總投資超過3700億元，比港珠澳大橋貴3倍，比三峽大壩還貴。但它到現在還沒建完。成都到雅安段2018年通車了，拉薩到林芝段2021年通車了，但中間最難的雅安到林芝段還在建設中，預計2030年以後才能全線貫通。為什麼會需要這麼久呢？因為這條鐵路要穿越的是地球上地質條件最複雜、施工難度最高的地區，沒有之一。川藏鐵路沿線要翻越好幾座大山，跨過好幾條大江，海拔從500米一路爬升到4000多米，再下降，再爬升，反復8次，被稱為8起8伏。
累計爬升高度超過了14000米，相當於從海平面爬到珠穆朗瑪峰頂，再下來再爬一遍。地質條件更是噩夢級別，沿線經過的區域地震带、斷裂带密集，是全球地質災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。修鐵路最怕遇到的東西，滑坡、泥石流、崩塌、凍土、地熱，這裡全都有，而且是疊加出現。先說凍土，高海拔地區常年冰凍，地下的凍土層厚達幾十米，鐵路修在凍土上，夏天土層融化，路基就會下沉變形，冬天重新凍上，路基又會被頂起來。這種反覆折騰，普通鐵路根本受不了。工程師們必須想辦法讓凍土永遠不化，用熱泵、通風管等技術給地基空調，保持低溫。再說地熱，川藏線要穿越川西和藏東的地熱帶，沿線溫泉有709個，最熱的溫泉水溫高達97度，接近沸點。隧道挖到這種地方，就像鑽進蒸籠一樣，工人根本沒法作業，設備也受不了。普通混凝土在高溫下會開裂，工程師們要一邊抽熱水，一邊降溫，一邊施工，難度超乎想象。更難的是，這裡會有高原反應。川藏線很多施工點在海拔4000米以上，空氣中的氧氣只有平原的60%，工人們要背着氧氣瓶作業，幹一會兒就喘不上氣，效率大打折扣。高原上紫外線強，晝夜溫差大，很多人幹幾個月就受不了，要換崗。面對這些困難，美國一些工程專家曾公開表示，川藏鐵路不可能建成。他們說，在這種地質條件下修鐵路風險太大，成本太高，沒有任何工程技術能夠保證安全。但中國工程師偏不信邪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，他們研發了一系列世界首創的技術，比如用於凍土路基的熱泵技術，在路基下面插入金屬棒，利用空氣對流原理把地下的熱量排出去，讓凍土永遠保持冷凍狀態。又比如用於高地熱隧道的冷卻系統，在隧道裡鋪設冷卻管道，用循環冷卻水給岩壁降溫。川藏鐵路的隧道和橋梁數量也是驚人的，全線隧道占比超過 80%， 總長度超過840公里，其中最長的一條隧道超過42公里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鐵路隧道之一。橋梁有9座超過100米高，最高的一座達到630米，相當於200層樓的高度。為什麼要修這麼多隧道和橋梁呢？因為川藏線經過的都是高山峽谷，沒有平地可以鋪軌道，火車不能像汽車那樣爬陡坡、轉急彎，只能用隧道穿山，用橋梁跨谷，盡量保持平緩的坡度。川藏鐵路如果全線建成，從成都到拉薩只需要13個小時，比現在坐汽車走川藏公路快了整整3天。西藏的物資運輸成本會大幅下降，旅遊業會迎來爆發式增長，沿線藏區的經濟發展會邁上新台階。但問題是，它真的能建成嗎？質疑的聲音一直存在。有人說投資太大，3700多億構建好幾個三峽了；有人說風險太高，地質條件那麼複雜，萬一出問題怎麼辦？還有人說，就算建成了，維護成本也是天文數字，虧本運營有什麼意義呢？支持的人則說，青藏鐵路當年也被認為不可能建成，結果呢？2006年通車，至今運行了快20年，安全事故率幾乎為0。川藏鐵路難度是更大，但中國的工程技術也在進步，只要一步一步來，沒有什麼不可能。截至目前，川藏鐵路已經完成了大約 60% 的工程量。成雅段、拉林段已經通車，中間最難的雅林段正在全力推進。按照計劃，2030年左右有望全線貫通。川藏鐵路是中國目前在建的最大基建項目，也是最具挑戰性的工程之一。它的建成與否，不僅關係到西藏的發展，更關係到中國工程技術的上限在哪裡。有人把川藏鐵路比作基建狂魔的期末考試，這場考試還沒結束，結局還沒寫定。但不管怎樣，這條鐵路已經證明了一件事：中國工程師從來不怕不可能這3個字，能不能成，我們拭目以待。這8個超級工程，有的已經改變了幾億人的生活，有的還在建設中，等待最後的答案。從把新疆的天然氣送進上海的廚房，到把長江的水調進北京的水龍頭，從在貴州深山架起宇宙對話器，到在海底讓3萬噸沉管跳芭蕾，這些工程每一個都曾被認為不可能，但中國工程師偏偏把它們變成了現實。這8個工程裡，哪一個最讓你震撼？川藏鐵路到底能不能按時建成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歡這期內容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眼見中國。你的支持是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最大動力。我們下期再見。